苍穹之上，黑暗魔气在魔渊中如狂潮汹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霎时，魔渊深处如被惊扰的巨兽，激荡出自目的无尽黑光。只见一颗巨大无比的黑色魔球应声而生，似要吞噬天地。它表面流转着暗能量的光华，魔威更甚。那绝对是所有天位神以及就算是半道神的噩梦。这股力量的出现，直接让得现场所有神奇强者纷纷感到束手无策之感。萧炎此刻身上爆发出来的焚神之力也不弱，他站在苍茫大地之上，望着那朝着自己逼近的黑色魔球，眼中闪过一丝坚决，同时一道道金色流光在眼瞳中划过。黑色魔球的出现不仅让那些神奇强者纷纷感到骇然，就连万界圣子之地中的所有能量也都被这颗黑色魔球所吞噬。旋即下一刻，黑色魔球所过之处，万物面临毁灭。萧炎眼神一沉，双手结印，焚神之力带着无尽的火海直接朝着黑色魔球笼罩而去。轰！双股力量的相撞之下，爆发出恐怖的炸裂之声。然而两股力量还没对抗多久，竟是让萧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恐慌，因为他那一直存在于神圣系列中焚神之力，竟然如薄纱般轻易被那颗黑色魔球的力量所撕裂。这一时间让他感到惊骇，自己开启了焚神似火的形态，居然无法与对方正面的对抗，而且焚神之力在这场域黑色魔球所散发出来的暗能量对拼狂潮中显得无比的脆弱，就仿佛是一道玻璃撞在了什么坚硬的石头上，根本无法有抗衡的机会。所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萧炎的战场。此时那些刚从吴雪师妹这里了解一些信息的二师兄，他们身上一凝，望着处于劣势的萧炎师弟身上，沉声道：萧炎小师弟似乎很危险，一人战对方4位魔尊，这就算是内塔之主来了也做不到吧。而且那4位魔尊个个都是半道神巅峰。是啊，这一届的万界生死争夺战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连圣花殿殿主都败于灭神府那些魔尊级别的手中。另外的师兄一年震惊，原本他们在经历过生死之战后，接下来会有一次万界圣之的最终争夺权，结果一来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恐怖场面，而且这个场面的发生让他们措手不及。同时他们看见自己的小师弟陷入危险当中，也没有能力去帮助他。如果他们就这样贸然前去的话，不仅不能帮到萧炎，反而他们也会在一瞬间被那里的能量瞬间抹杀殆尽，毕竟实力有限啊。此时吴雪的表情异常的冷静，其实可不要看他表情如此，实则内心早已经浮现对萧炎的1万个担心。如果真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也不会坐以待毙，毕竟看到自己的男人陷入危险当中，作为他的女人自然不会丢弃他。另一边的灵动和沐尘2人也感受到了那颗黑色魔球所散发出来的暗能量，这股力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知。他们在这第一时间中自然感受到了萧炎的处境是相当的危险，他是凭他一人无法挡下黑色魔球的那一道毁天灭地的力量。灵动沐尘心意相通，想要前去帮助萧炎一把，结果那些魔尊既然看清他们2人的动作，立马一声怒喝传出，伴随着恐怖的魔威直接阻止他们的去路。哈哈哈，你们的对手是我们，可不要分心了，不然你们恐怕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魔光万丈，魔光震踏，魔尊们的身上魔之道法显现而出，一道巨大的毁灭魔光直冲天际。然而天际之上出现了一道沉闷的暴雷之声在那处传出，那威力完全不弱于大纣的那些神之道法。紧接着一道万丈魔光直接爆射而下，直至灵动而去。轰轰！沐尘对面的那3位魔尊也同样施展出他们的可怕招式，在他们的身后由魔之道法凝聚出数道巨大的魔角，其上散发出世人的恐怖魔光，悬浮虚空之上。下一刻，这些魔角直接朝着沐尘当头踏去，那股可怕的压迫力还没击中沐尘，后者就已经感觉到一股极其巨大的重量压在了他的身上。一般沐尘眼神凝重起来，然后双手结印，凝聚太初世界体的力量将自身包裹起来，提升了自己的防御力，然后再通过法心之眼的特殊能力，直接将大道金身的原始道法施展而出。玄妙至极的原始道法洞穿一切虚无，最后直接与那踏空而来的魔角狠狠地撞击子啊了一起。轰轰轰！一时间响彻出了震耳欲聋的风暴声。虽然双方的力量在彼此的激烈对碰，可那巨大魔角所爆发出来的一股无形的可怕重力，直接笼罩在了下方的大地之上，就仿佛已经重踏击在了地面上，大地被震碎。同时一股股无形的魔气朝着四周席卷而出，在震碎这边的大地之后，沐尘的身影就算有着极强的防御力，也被连连击中，身影开始直接倒飞了出去。不过很快凭借着法心之眼的力量稳住了身影，当他还没来不及惊骇时，那数道散发出魔光的魔角再次对着萧炎震踏而来。要不是沐尘此时拥有着太初世界体以及原始道法的防御力，恐怕早已经在刚刚的数道震踏之下彻底的重创。看来这些魔尊的实力真的不容小觑，不然也不可能成为半道神巅峰的存在。距离那大道主神也就一步之遥。沐尘眼见那数道拥有1000吨的魔角震踏，沐尘的身影开始倒退，但是对方似乎已经牢牢地将沐尘锁定，不管他跑到哪里，皆是会步步逼近，没有任何逃脱的机会。与此同时，萧炎这边的战局极其的处于被动，萧炎将全身上下的所有底牌和神力皆是爆发而出，但是
在撞击那颗黑色魔球的时候，仿佛就是打在了令他无法撼动的巨石之上。萧炎的表情愈发的凝重起来，甚至心中还在赞叹圣花殿店主的可怕实力。刚刚他可是直接一人战10位魔尊啊，那得有多么强大的力量才能够有着与之抗衡的威力。然而现在目前自己对战着4位魔尊，就已经陷入了危机。看来这不寻常的焚神4火形态之力也无法获得自身的优势，而且这颗黑色魔球仿佛已经不是简单的魔技了，那简直就是来自大咒尽头的暗物质能量。这股暗物质能量相比起当初的那道暗黑邪灵属实会弱一点，可是当时有焚老出手，可如今介于自己是天位神体的状态，根本无法承受焚老那股神圣的庞大力量。灵动和沐尘想要摆脱各自的3位魔尊去帮助萧炎，可是他们无论如何施展强大的神力，也无法短时间的击败拥有半道神巅峰实力的魔尊。面对着灭神府各自3位魔尊级别的强大对手，灵动沐尘2人的神色也是格外的凝重。这一次要不是灵动集齐了10道祖符，激活出了祖符之灵，恐怕今日他可没有资格站在这里。沐尘也是一样，这一次意外获得大道金身，竟然在法心之眼的那道特殊能力的运转之下，才有了与这些魔尊抗衡的资格。虽然有了与魔尊抗衡的实力，可这样的实力坚持不了多久，并且既然萧兄面对的那4位魔尊能够施展出第一魔技，那么他们面对的3位魔尊恐怕也同样可以。想要从他们的手中脱身去救萧炎，恐怕一时间也无法做到，除非自身的实力超越这些魔尊级别的强大对手。灵动和沐尘面此刻身上爆发出可怕的力量，不同属性的光芒以及太初原始之光直接朝着魔尊们轰击而去。而萧炎这边也是陷入了危险的定局，那颗黑色魔球所散发出来的能量，绝望的情绪在人群中迅速蔓延开来，无人能感受到一丝希望的光芒。黑色魔球的威力仿佛是世界末日的使者，无情地宣告着毁灭的来临。原本以为萧炎会闭上眼睛，等待着命运的裁决，可是他们却见萧炎依然站立那处虚空，他的身影在绝望中显得格外坚定，仿佛有着抵抗这股毁灭力量的实力一般。空气中充斥着末日的毁灭气息，黑色魔球如同黑暗的化身，不断扩张着其恐怖的力量。就在这一刻，萧炎的眼中燃烧着不屈的火焰，准备迎接这场最后一刻的生死之战士。到如今自己只能用最强的神怒火莲了。面对着无法撼动的那颗黑色魔球，萧炎的表情显得有些狰狞。不过下一刻，他周身的周边瞬间出现了无尽的火海，火海不断的燃烧，将这片天地的温度提升到一个极其可怕的临界点。在场的那些实力稍弱的天位神强者都感觉到了自己的皮肤上出现了无比疼痛之感，那股疼痛仿佛是被焚烧过一般。很快，在萧炎的火海之上出现了4道不同的火焰，炫白色、浑色、紫色、黑色，4道火焰并列一排，散发出可怕的毁灭波动，每一道火焰都能够毁灭一方世界。如此可怕的力量，如果融合的话，那么将会诞生出更强大的火莲。只有这样做，或许萧炎还有着资格与眼前的那颗黑色魔球进行抗衡，不然自己只有败下阵来融合。萧炎的声音低沉发出，体内的神魂力量也是被释放到了极致。萧炎现在要做的就是将4道火焰融合一起，双手直接往内挤压，空间动荡了一下。如今地炎在萧炎的操控之火，随时可以与幻虚神火融合，也得到了幻虚地炎之火的称谓，那威力也是愈发的强大起来。那人的身上竟然有4道神火，那可是足足4道神火呀！你们发现没有？其中那道紫色和黑色的火焰似乎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3、第2的神火。灭世和诛心，此话一出，直接让的现场所有争夺者都面带震惊，甚至有些争夺者的脸上已经无法描述他们此刻的表情。1道神火都已经足以震慑他人，现在他们在萧炎的身上看到了4道神火，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这样的事情他们可从未见过，如今这样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在他们的眼前出现，这简直就是令他们瞬间从现实走进梦里一般，因为只有在梦里才会实现一切不可能的事情。罗峰和圣瑶2人见状都是无比吃惊，看了萧炎的战斗，也渐渐的对萧炎有了一些认识与了解。这还是一名8重天位神的修为吗？4道神火再将其融合，这更是令现场人的脑海都要爆炸了。4道神火，他们都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现场的所有人看着萧炎的目光带着不可思议，此人的身份怕是不那么简单了，一个人的身上是不可能同时拥有4道火焰，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简直就是会玩火自焚。但是眼前的一幕他们又不得不去接受，对方真的是将4道神火都收服在他的身体中，并且还做到了别人从不会做到的事情。眼前的黑袍面具男子再一次给众多争夺者以那些魔尊重重的打击，看着萧炎双手往内挤压时，那4位魔尊的身影不自觉地往后暴退数百数的距离，不可思议地说道：这小子是要融合4道神火焰吗？真是玩火自焚，融合2种以上的火焰本就不可能，这小子竟然还妄想融合2种以上的神火，那简直就是在找死罢了。他们震惊的目光中透露着骇然，也不敢相信萧炎会做到。你们要小心，不要忘记了他是焚神的传承者，恐怕融合4道神火应该问题也不大。其中一位魔尊显得很冷静，就算萧炎拥有4道神火，
他也不那么震惊，同时还保持着冷静。听到这么一说，其余的魔尊也是点点头。现在一想，的确如此，或许在其他人身上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位焚神传承者的身上还真的很有可能。现在的萧炎在不寻常的焚神似火的形态下施展出目前最强的神怒火莲，那威力已经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层次，算是萧炎目前最强大的底牌之一。